Hello，大家最近过得还好吗？我们今天要来聊的是如何让自己好好的生气。你还记得上一次生气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我是一个非常易怒的人。我们传统的教育体制，或者是以前的社会价值观，会告诉我们，负面的情绪呢，对我们是会有不好的影响，所以我们要尽量不要让负面的情绪上升。但是呢，我发现自己在负面的情绪里面其实是成长非常多的，而且呢，在魔法的学习里面，运用魔法的人他必须要懂得善用自己的正面情绪以及负面情绪。你的所有的优点跟缺点都是会变成你的工具，然后可以让你好好的运用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想要从生气开始着手。首先呢，第一点，你必须要允许自己释放你的愤怒。也就是说，当你感到那股怒气冲上来的时候啊，不去压抑它，你就让它自然的释放出来。我举个例子，就是前一阵子我在我们家巷口，然后就遇到警察开单，好，这时候火气就上来了。我是一个遵从法律的人员啊，但是他那个开单实在是有点找茬，所以我自然也不会好声好气的，就是跟他毕恭毕敬。当然我也没有人身攻击还什么的，反正我语气里面就是可以听得出来我在愤怒。好，那如果这样子生气还不够的话呢，我会让自己有一个时空逆转的时间。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好好生气，是因为在那个当下可能来不及反应，或者是愤怒的情绪还不是那么习惯被释放出来。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运用时空逆转的方法。你可以在冥想的时候回到让你生气的场景，以及让你生气的人事物。试想在那个当下呢，你应该要做出怎么样的反击，才能够好好的释放愤怒。因为我们做的是时空的逆转，所以呢，这件事情不会伤害到现实的任何人。这时候呢，就是你的怒气的指数，然后你可以做各种的发泄。我通常都是会蛮暴力的做这个时空逆转的。之前在国外有人当着我的面谩骂我，那可能就讲英文。那我在时空逆转里面呢，我就用台语的三字经骂回去，就大概是这样。然后必要的时候可能就会揍他。不用担心你过度的释放你的愤怒，因为我们就是会做一个时空的回溯。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就是让自己就是发泄完，然后觉得爽快了，我们就可以完成了我们第一个步骤，允许自己释放愤怒。第二个呢，我们必须要看见愤怒的海平面之下，真正被压抑的情绪是什么。情绪有点像洋葱一样，虽然呢，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很暴怒，然后刚刚发泄一通，觉得很爽快，但其实呢，这只是洋葱的第一层。我们必须要让它释放之后呢，我们才有办法把第一层的皮剥掉。现在我们来到了第二层呢，就是你可以去看见在愤怒的底下，你真正的情绪是什么。比方说，其实我感到非常的悲伤，因为我没有办法好好的保护自己。那这个悲伤呢，才会是你在愤怒的背后真正隐藏的情绪。这时候你也要允许它释放出来。所以我们进入第三步骤，允许自己哀悼。如果你的愤怒的背后是悲伤，你就允许悲伤释放。如果你的愤怒的背后是羞愧或者是懊悔，那你也要允许自己有一段的时间释放你的第二层情绪。甚至呢，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有第三层、第四层情绪，它是
各式各样都掺杂着一点在这个愤怒的包装之下。那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只是需要看见这些情绪，然后去发现原来自己其实当时是这样子的感觉。第4点呢，当情绪平静下来的时候，你可以开始去想想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发生的，我们可以以后怎么防范。我在国外被骂的时候没有好好保护好自己，于是呢，我就跟自己定下约定，下一次呢，不管是谁骂我，我一定都会骂回去。好，假设呢，我当下来不及用英文反应，我就会骂他台语，类似像这样。你可以条列式的写下来，或者是你重复的提醒自己，下次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要如何保护自己。又比方说，以往曾经和我同住的人不是那么尊重我的居住品质，那我保护我自己的方式就是未来我不在居住上跟其他人一起合租，这样别人就没有机会可以侵犯我的界限。那不一定是这样，你也可以选择好好跟那个人沟通等等等。第4点就是，当你的情绪平静下来的时候，你可以去想你未来要怎么防范这件事情。然后呢，我们必须再进一步的想，其实身边还是有很多的善意的。你遭遇到这些不好的事情，让你生气的事情，只是跟那些善意一样，因为善意跟恶意都只是人生里面的一种际遇。因为我们的情绪把我们带到很多不好的地方，然后把那个点放大。比方说我遇到了那个开罚单的警察，可是其实还是有很多他们人很好，之前也可能协助过我，或者是协助过很多人，我还是有遇到好的警察的。所以你必须要这样子好好的说服自己，就是把你遇到不好的事情还有你遇到好的事情都用一个中性的观点去看待，然后去明白不是只有不公不义的事情才会发生在你身上，仍然还是有很多好事也同时发生在你身上。如果你处在一个中性的观点，你就可以更平衡的去全面的看待你所遭遇的一切。那第5点呢，就是你要相信一件事情，世间万物的能量都是守恒的，然后正义会得到伸张。也就是说呢，当时的那些人，他们所作所为一定会有一个因果，让他们在之后可能是在你看不见的时空里面，他们是会受到惩罚的。所以要相信这一点，就是没有人是绝对无辜或是绝对残忍的，我是这样相信的啊。即使很多人曾经遭受过迫害，但那些迫害别人的人，他们在其他的时空里面必定也会遭受到惩罚以及很大作用力的反噬。那另外一个就是要相信正义一定会得到伸张，当然还是有很多的不公不义存在，但这不会是一个没有正义的世界，只是时间还没有到而已。所以你要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正义会得到伸张。最后一点呢，我想要分享的是，当我们做完这一切，你已经释放过你的愤怒的情绪，我们可以来学习我们要怎么运用愤怒的力量。在你生气的时候，你的能量是非常大的，你要如何转化愤怒这股强大的力量，然后推动你去做什么真的有帮助的事情。比方说我气到不行，我就提醒自己说，我未来要成为一个很有界限的人，并且我要在该说不的时候就说不。那我认真的列了很多我应该要说不的事情，然后把它写在笔记本里面。那这件事情呢，就推动于我去更认识自己什么是我不想要的，或者是说愤怒这股强大的力量也会推动我去做一些真的有帮助的事情。比方说以前常常会觉得居住的环境的界限被侵犯，因此而推动我现在拥有一个不受侵犯的居住环境。
或者是说与他人一言不合，觉得世界没有人懂我，那我就去创造一个大家可以懂我的环境。如果那些人不懂我，那我就去找到有一些人可能真的懂我，自己去把那个环境创造出来。那很多的创业家也有可能就是从这样子对于现况环境的不满之中，他们去创造一个让他们觉得舒服的环境。所以其实愤怒的力量是很强大的。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如果你有什么想要我探讨的议题，欢迎你留言告诉我。那我们下次再见。